NBO Plus 它可以搭载最多4颗的这个 NBO Sub， 那我觉得这也是这款Soundbar它的非常厉害的重点之一。来劲哦！無敵合体！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开箱由德国 Sennheiser 所最新推出的 NBO Plus Soundbar， 以及其所搭载的无线中低音 NBO Sub。那早在2019年呢，德国 Sennheiser 便推出他们首款的 NBO Soundbar。如果以现在的型号命名来讲，应该叫做 NBO Max。NBO Max 当初它拥有着宽度，我记得就来到120几公分的宽度。加上它整个高度、深度，在当时都可以算是所谓的巨舰型Soundbar的代表之一哦。但是它的价格也是不菲，我记得那时候定价就来到了8万多元，就是光单支型的Soundbar，没有加任何的重低音哦。那在之前的开箱我们有讲过说，NBO Max 它给人的整个宽广的场面以及天空声道的表现是令人惊艳的。那今天我们所开箱的这个 NBO Plus 可以说是就当初这个 NBO Max 的缩小版。那同时呢，它的声音的声道数原厂人说来到 7.1.4 的一个虚拟环绕的一个体验哦。那至于这支的NBO Plus 它的声音感受以及它的参数调整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就在后面的章节一一跟大家说明。那记得在观看之前一定要按赞、订阅、加分享，因为其实这些陆陆续续下来这些Soundbar的影片都是我在下班之后体验，然后以及用下班的时间去做录制的，所以一定要大家按赞一下、分享一下齁。好。那不免俗的，我们一样要讲一下这款 NBO Plus 它的外观啦。首先它的颜色就有单色可以选哦，就是黑色。那在它的正前方呢，是采用这种算是布包织的感觉，然后上方呢就是网罩。那同时呢，它的上方的天空声道投射是有一个角度的，也许你现在从摄影机你看不出来哦。但是我觉得它应该有一个从5度到10度的感觉，朝向斜前方去做投射。那同时，如果你插电之后，它会有一个算是长条形的灯，白灯，它可以去反映说它的音量啊，反映说它的状态。那同时，你在它的正面，在我左手边的下方，你会看到还有一个 NBO 的这种音效的特效灯。那这个也算是它的一个特色技术之一的。好。单体配置的部分，它有着9颗的单体，那总共包含说7颗的高音单体以及2颗的4寸的低音。在它的正面部分，就是中置声道以及左右声道有3颗，然后在最外侧的这种算是侧环绕部分有2颗，所以加起来5颗了嘛。接着呢，它还有2颗的这个天空声道在上方，那4寸的重低音单体呢，就放在天空声道的2侧。所以这样子，大家完成了它一个所谓的9颗单体的配置。好，那正面它的一些触控按钮，其实我觉得算蛮常见，就是开机，然后大小声、蓝牙切换讯源，以及还有一个关闭麦克风的按钮。对，你没有听错，就是它可以用像 Amazon 他们有出 Alexa 的功能，那以及呢，台湾的话，你可以用 OK Google 去给它一些指令。当然，我觉得这种算是就是有便利的选项啊，但大部分。这对很多数人是一个很 critical 的功能嘛，我觉得那倒也还好。那输入接口的部分，它有常见的光纤输入、音讯输入，然后 HDMI 音讯输入，然后还有一组的这个 ERC 音讯输出。那关于 HDMI 输入的部分，它这个是 2.0 的规格，所以你没办法接一些假如说 8K 或者 4K 120帧的影像来源去给这支Soundbar。但是以目前的影像规格来讲，就是 4K 60帧都算蛮高的啦，因为以比利连恩的那个中场战士，以及呢这个双子杀手，他们如果你看蓝光碟版，现在最高的规格也是 4K 60帧。那这样大部分现在你的讯源都会直接接到电视再经由这个 ERC 功能把声音送给Soundbar，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倒不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那比较有趣的是说，这个 NBO Plus 它有一个所谓的 Sub Out， 就是它可以外接有线的重低音。那这个功能呢，就是给说，如果你今天你对于这个 NBO 的一些无线中低音的表现你都不满意，或是你本身就有一颗12寸、14寸、15寸的超级中低音，那你就可以搭载这个 NBO Plus。所以这个是比起一般Soundbar来讲，我觉得它比较值得一说的接孔啦。好，那在音效规格的方面呢 ，NBO Plus 它也是支援目前假如说 Dolby Atmos， 那支援了的 DTS 加的 DTS X。那特别有趣的是说，它还支援所谓的这个Sony 的
360 Reality Audio， 那这个就是属于比较少见的一个部分同时它有支援一个更少见的叫 MPEG H 的格式但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就是以目前主流来讲，还是以 DTS 跟 Dolby 为主啦。那其他的比较以 Sony 来讲，我都觉得这算是比较小众。那简单来讲 ，NBL Plus 它在音效规格资源上面就几乎都齐备的。好，那在音乐连接的部分呢，它也支援这个 Chromecast， 也支援 AirPlay 2， 那还有支援这个 Tidal Connect。所以也是基本上目前市场上，不管你是用 iPhone， 你是用 Android 手机，你都可以去很好的操控它那更不用讲的是说，它自己本身的这个 Sennheiser 有做一个 App。那它这个 App 呢，从配对开始，然后到一些设定，我觉得在整个音响圈来讲，它的 App 写的，不管是流畅度或是美观上面来讲，我觉得都算是 OK 的，算是不错前段班的这样子。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提一下它的搭载的这个无线重低音。当然，就是以目前的市售版本来讲 ，NBL Plus 它跟这个 NBL Sub 是要去分开购买，就是说，今天你花5万多块去买这个 NBL Plus， 它里面是没有任何的重低音的，你必须要再另外花将近25000元去买这个 NBL Sub， 这样搭起来才是一个就是有重低音又有Soundbar本体的一个包裹啦。那 NBL Sub 的话，它本身是使用一个8寸的低音单体。那是密闭式的箱体设计，然后还有350瓦的大功率的这个低类的扩大机模组，然后整个长宽高基本上它就是一个28公分的正方形，然后把它拉高30几公分我记得是36公分吧，所以它基本上就是一个长方体。那特别要一说就是说 NBL Plus 它可以搭载最多4颗的这个 NBL Sub， 那我觉得这也是这款Soundbar它的非常厉害的重点之一那为什么厉害？待会我会再跟大家说明那这个 NBL Sub 呢，本身它的低音有来到了27赫兹，就是以8寸的长中程的重低音来讲，来到27赫兹的确是非常少见的，因为一般以8寸的重低音，它的频率不会到那么低。那大家感受怎么样？我觉得还是要后面跟大家讲一讲实际的听感比较准。好，那讲完了之后，我来讲一下说这个 NBL Plus 它的一个声音感受。那的确就像前一代的 NBL Max， 就是我对这支 NBL Plus 的算是感想，我觉得它会是一支均衡的 Soundbar， 不管是听音乐来讲，那或者是看电影来讲，音色上都算是非常的到位。那有人会说，你之前有讲过像是 Boss 900，你说它听音乐很好听那你说它看电影也很不错那两者的差异会在哪里？我觉得 Sennheiser 的这个 NBL Plus， 它比起 Boss 900来讲，它的声音的宽广度就会赢过 Boss 900许多。那个低音的部分呢，其实我对于这种单支型的Soundbar，我基本上我不太会对于它的低音去做评论，因为坦白讲，单支型的Soundbar它的低音就是有其极限的。而且如果是 NBL Plus 的话，我强烈推荐你一定要搭配他们的 NBL Sub 去购买去做使用，起码你要购买1颗，要不然其实你浪费了很多这个 NBL Plus 的功能。那为什么讲说你一定要买1颗这 NBL Sub 去做这个搭配呢？我们都知道，其实 Sennheiser 它是做这种麦克风，就是不管是录音室啊、那种现场表演啊，算是 PA 产业起家的。那它在这种声学测量上面，它自然就是它的拿手好戏。所以像 NBL Plus 它有一个功能，就是说它今天它可以搭载1到4颗的重低音，同时它可以去做一个空间声学的侦测以及校正。你在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你只要在它的 APP 上面，然后它有一个叫做校正，你校正的功能点进去之后，你就让它跑个2-3分钟，它就会发出那种扫描从低音到高音的扫描的声音。跑完了之后呢，你就可以再重新试听看看它跟先前的那种音效有什么不同。那我会说这个空间校正有什么非常重要的呢？因为以往假如说我们在搭配很多重低音，其实剧院他们常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你怎么去搭配重低音，跟你搭配很多重低音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些困难的问题。常常你会看到网络上有人讲说，他的重低音音响或他的Soundbar在房间里面听或在家里面听，觉得没有音响店好听，或者觉得说音响店听很干净，那到家里面就变得很轰。有些人他是会搭重低音，他甚至会接到2-3颗重低音，他就说我重低音要怎么摆，那个声音听起来都很不对。那这个时候其实便需要空间校正去做处理了，因为你多颗扬声器，多颗重低音，那个其实你要用摆放的方式去解决说他们一些声学上的问题，那是我觉得算是很不好解决，而且有时候你会有限制，
因为不一定每个人的空间你都可以让你的重低音去做随意的摆放。那这款的 Sennheiser 他们的 NBO Plus， 我觉得它做完整个空间校正之后，它的低音的衔接跟它的 Soundbar 的本体是非常的滑顺的，可以说是我听过最滑顺的 Soundbar 没有之一哦。就是你会觉得说那个低音跟它的 Soundbar 连接起来，就像同一支喇叭发出来的，而且它也完全不会有任何的，就你不会在某个频段听到它特别去轰鸣的感觉，不会特别的肥厚。就它的低音是非常，你会觉得真的有够深沉，就是它的21赫兹，你就会觉得，这应该是没有骗人。所以我刚才说为什么你一定要买，因为你今天如果你没有用到，我们常讲的说你空间校正是要解决什么？你要解决重低音摆放的问题嘛？你常常会遇到这种问题。那如果你今天你不买这个 NBO Sub 的话，其实你只用 NBO Plus， 我觉得浪费了很多这个空间校正的一个乐趣啦，以及它的技术的精华。好，那讲完了这个 NBO Plus 它的空间校正是它第一个重点之后，其实它的第二个重点就是所谓的 NBO 的音效。其实我们在之前 NBO Max 有讲过这个 NBO 的音效，我觉得 NBO 的音效，如果以实际的体验来讲，就是说你能得到一个你视觉上，假如说你看到它这个 NBO Plus 就105公分嘛，但是假如说我把它放在我们展示空间，就是开放的，那我天花板可能也许3米多，然后我在播放它的时候，我就用那个就最近那个不可能的任务全面瓦解啊，它的音效从原本的5.1变成 Atmos。就是他最后那个汤姆克鲁斯他在直升机跟坏人搏斗的一些片段，你就真的会感觉到说 NBO Plus 它可以给你，就算我的天花板有3米高，它的天花板上面还是会有那种直升机螺旋桨的声音哦。那以及在一些那种左右有特效的片段，你会觉得说它的那种左右的宽度可以来到，也许我觉得有超出它1个半的机身，就是它本身的机身宽度是105公分嘛。我甚至觉得它的左右在1米多、1米5，甚至到2米，都会有那种左右音效的存在哦。所以简单来讲，我觉得 NBO 音效你听过之后，你就会觉得非常的神奇，就是它超出了原本喇叭的一个物理的范畴，就是这听起来很玄，但是就是它能给你就左右非常宽广，高度非常宽广。但是因为原厂说它是一个 7.1.4 的规格啦，就是说它的能给你后环绕的感觉，但是这部分的话，坦白说我就体验不到。也许是因为我听的时候我是一个开放空间哦，那我听的空间我都像最近我发现 iPhone 有个功能很好玩，叫测量仪，我就可以直接把我现在讲的视听的空间的尺寸、喇叭摆放的位置，我都可以藉由这个测量仪的 APP 去做萤幕录影，然后一一的去呈现给大家看。这也是有时候科技的进步，我觉得非常有趣啊。但简单来讲，我在开放空间，我听不到 NBO Plus 它的后环绕的感受。但坦白讲，你说要在密闭空间就感受得到吗？我也是觉得是抱持怀疑的态度了。因为其实早在它先前的 NBO Max， 我就有放在我们的视听室，就是整个密闭的10几坪的视听室里面体验。那时候我的感觉是说，它会有很好的天空声道，会有很好的左右声道的感受，但是你说要后方有声音，也是坦白讲体验不到。好。那接着呢，讲完了它的一些音色感受之后，我觉得我们不啰嗦，先让大家听几段音乐。那音色调整跟结论，我们就等看完之后我们再来说吧。走出这照片，对我说久等了，抱歉。空荡的房间，却塞不下思念。对空气诉说了一切，拼凑着2个人的地点。我记得你每张笑脸，和你看日出日落，一起做的梦，谁忘了说要记得我。I close my eyes， 你就会出现。I need your love， 留在我世界，一切是不是错觉？醒来你还在我身边。
说真的，只能陪你走到这。当夕阳余晖洒落的此刻，做过的，想告诉你的，那些承诺呢，都成了自责。最好的，我有没有给你呢？凝望着，怕看了你不说的，紧握着手心的温热，不得不选择轻轻放手了。这是最后的一刻，谁都要学的一课。我们曾那么快乐，怎样分开都不舍。要去的海天一色，独留你远途跋涉。如果你哭了，我会更舍不得。ABC 도레미 만큼 착했던 나 그 눈빛이 싹 변했지 어쩜 또 하나니까 그 파란 나비처럼 날아가 잡지 못한 감동 네 몫이니까 활짝 꽃피웠던 시간도 이제 모두 내게 lie 붉게 다 버려진 너와 나 난 괜찮아 넌 괜찮을까 구름 한 점 없이 예쁜 날 꽃향기만 남기고 갔단다. 꽃향기만 남기고 갔단다. You and me 미칠 듯이 뜨거웠지만 처참하게 짓밟혀진 OK， 那听完他的音乐以及电影的表现之后，我们来讲一下他的一个音色设定因为照惯例就是会教大家怎么去做一个调整。首先呢，我们进入到他整个 Ambio 的这个设备的 APP 画面，那它在右下角有一个齿轮的图案齿轮图案点进去之后，它会有一个音讯。音讯这边呢有两个东西我们要先做调整，一个是所谓的中心设定，那第二个就是重低音。中心设定这个东西就在讲说，当你今天你看电影的时候，它有环绕音效嘛？那所谓的中置声道，它大部分的时候就是负责人物口白以及假如说有一些枪声特效从中间出来的音效。
那这个中心设定就是在写说你要去针对这个人声口白去做多少的加强。那你一般我觉得正常人的标准预设的人声口白都稍微有点小声，就是你会希望人声比较近一点。所以我们的调整的逻辑，我就会把它加大概4dB、5dB 都是 OK 的。好，那接着重低音的部分，我相信大家就是会买新音响都会享受比较重的低音啦。其实我刚开始玩的时候，我也是把重低音调正4，但是我后面用了一阵子之后，我就把重低音调到-4。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就是待会再跟大家说明。好，那接着呢，我们在做完这种房间的校准之后，然后我们也做完这个中央声道的加强、低音的加强之后，我们开始要进入到它的算是一般的界面。在这个界面呢，你可以去看到它的一些音讯输入的资讯，去切换它的一些输入源。那你还可以直接开启它的 NBL 的音效跟关闭。那接着它底下的部分还有针对，假如说你有各种场景，只要自适应、音乐、电影，你可以做预设的一些音色的调整。那这边呢，其实我 NBL 的音效我都会建议大家要把它常驻开起来，因为其实这支 Soundbar 的特点就是 NBL 特效，所以你不开的话，就有点不了解说你买这支 Soundbar 的意义在哪里。那音效部分，我们首先我就会选自适应，然后我们选编辑，编辑进去之后呢，其实你会看到它是有一个4段 EQ 的调整，以及呢这个 NBL 音效的强弱可以去做再设定。那在这部分呢，其实 NBL 的再设定它有3个阶级，叫做光线、一般、增强。其实它这应该是英文翻过来的，翻得不好。其实光线叫 light， 它其实应该叫轻微。那一般跟增强，这边我建议大家开一般。就是如果你刚开始体验的话，你可能会想要开增强，但是坦白说，就是那个增强，它的确会让那种必须要这么讲，它增强之后，你的确感觉那种天空声道跟左右宽广的那种物件的特效又更加强了，但是那个东西长久听下来，我觉得它会有一点像那种以前的抗噪耳机，就是你会有点晕晕的，就是有点耳鸣的那种耳朵气压好像不太对等的那种感觉出现。所以一般长时间的话，我建议用一般就是可以了。那底下的 EQ 调整呢，我们看到它有4段哦，就是基础，我觉得这也算是英文翻过来，就是 bass， 然后中低音，然后清晰度跟壮丽。那这边呢，我们逻辑一样，就是你在调整这些 EQ 之前呢，我都是会用音乐去做调整。那音乐调整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先把人声先确立好，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先去做所谓中低音的调整。这边中低音它会比较影响人声的远近的程度啦。那在后面的清晰度跟壮丽的话，其实它影响就有点像音色，你今天讲话被覆盖住那样的感觉哦，就是增加那种锐利度。那在中低音的部分，我是去做加3，就听音乐来讲，我还是偏好人声比较靠前。然后清晰度跟壮丽的部分，我一个就是加 1.5， 那在壮丽我就是加到3。其实我觉得以 Sennheiser 来讲，它这款 NBL Plus 的 EQ， 你在调整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每一段音色是干嘛，你就把它转到负6或负的最底下，然后你去听听看它的感受，跟转到它的正值的最高峰，就那个差异4段来讲，它不算多，所以你听起来是我觉得都还能明确的能够抓住说它能改变的方向到底是怎么样。那基础的部分，这部分我就会需要拿一些，假如说比较是有乐器 bass 的音乐，去听听看它的整个那种，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有调过一个低音的音量了嘛，所以我们现在要听的是那种电贝斯或者是低音它的一个饱满的程度。那这边我是开到正3，所以基本上这就是我一个调整啦。但是我必须要跟大家讲的是说，就我这个参数我一开始调完之后，我听音乐然后听得蛮开心的。但是我切回到电影的时候，发现有一个问题了，因为我们刚刚有调过那个中心声道的一个中央声道的一个加强嘛。你在平常听音乐的时候，这个中央声道的加强它是不明显的，因为你的音乐是2声道。但是你在看电影的时候，这个中央声道就会加强。但是我又做了这些算是中低音清晰度壮丽的一个音色的调整，就它中央声道会变得太过锐利，所以这支Soundbar来讲，就是以往我都会建议大家说，调一个 EQ 是可以从头，一个设定是可以从头看电影听音乐都用到尾的。但是如果是 NBL Plus 的话，我强烈建议你要针对听音乐去做一个调整，以及你要对看电影去做一个调整。那像我来讲，其实我觉得听音乐你就是用我这个参数去做调整是还 OK 的。那看电影的话，其实你用预设的平整的 EQ， 然后你只去做那个中央声道跟重低音的调整，我觉得就可以了。它本身的音色来讲算是耐听。那
也顺便跟大家讲一下说我刚刚讲说我重低音原本是正式的，然后我们后面又调到负式了，因为刚开始我玩到它的时候，我在我们的空间大概其实我们1楼店面将近就200平的嘛，我在200平的展示空间，我就是一开始听，在那么大的空间里面，你低音通常都是会觉得不够的，你想要加多，除了一开始中低音就加正式，但是我中低音加正式的时候，因为摆放是在我的后方，就我视听座位的后方。那当我开始在回头就是用一些音乐检视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正式的话，它的重低音会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可能是真的，虽然它叫封闭式的重低音，但其实它是会有一些那种接缝处，也许是开始有一些气孔气流的声音跑出来。那我觉得这个情况，也许你在碰到一些真的是非常低的，像那些电子的音乐，你开到负4、负3的时候，它的声音整体是比较干净的啦。所以我觉得以我自己来讲，我觉得低音到最后开到负4是比较合乎我一个口味。但是仔细想想，也许大家家里面的空间啊，每个人家里面空间不一样，所以我在就是我这个重低音调整的值，你在家里面，也许你可以不用开到正4那么多，你开到正1，甚至你预设的就很多了，你都可以往下去做调整了。所以就是每个人的空间都不一样。那我们这个音色调整的教学，它希望只是给你一个逻辑，让你针对每一个空间不同的音色，你就可以去做处理。那我们讲完了它整个的音色的调整啊，讲完了它的一些规格之后，那我来给它一个总评啦。坦白说，我觉得这支桑巴它是属于特化型的桑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可以搭载4颗超低音，然后它的价格呢5万多元，然后低音1颗2万5，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属于在你现在的桑巴市场来讲，它是一个比较高价位的桑巴，因为你看它整个搭配起来，光一组就是8万多了嘛。你8万多，你不要说三星的 Q990B、Q990C 了，是它的几乎是半价。以 Sony 的旗舰级的桑巴来讲 ，A9 加一个 SW5 也是大概6万多元。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整个价格，就是第一个它的族群就不一样了。但是我觉得它有非常致命的一点在于说，它没有所谓的无线后环绕。我是不知道 Sennheiser 它是怎么想的，但你想想看，我觉得这真的是蛮可惜，就是它本身那个 NBO 音效就会给你前方很广大的一种整个特效音效那种环绕的感觉，然后它的重低音搭配上去也的确没有话讲。我觉得甚至跟那种专门就是做贵的音响产品 BOSS 相比啊，它的那个低音也绝对是不逊色，然后整体的那种音效的宽广程度是比 BOSS 更好的。但是今天你看像 BOSS 它的后环绕就算不怎么样，它也是有出2款，就是让人家去做选择，就是你0跟1这中间的差距就是非常的大。但是你像 Sennheiser 它这个 NBO 就非常的可惜，就是它没有后环绕。今天它就算我觉得它甚至夸张一点，它提供一个消费者选择，就是说你可以再买一个 NBO Plus， 然后你可以把它切成一半放在后方，你看5万块再加5万块再加一个2万5，这样10万12万好了。我觉得这样的声音表现都会有一些就是客人他会去买单。但是你今天你缺少这个后环绕，很多人就真的无法接受。因为你想想看，你今天你买了一个环绕巨恩族，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环绕嘛。那它可能有人会说，它是一款 7.1.4， 还有什么虚拟环绕，它这 NBO 技术就可以让你听到什么后方的声音啊？但我觉得你实际上你就是没办法说服客人，为什么？因为他感受不到。我自己光从我开放空间试听的时候，我就感受不到。我怎么跟客人讲说，你现在听是听不到后环绕的，但是你在家听的时候，你会听到有后环绕。这样大部分的客人其实他们都是不买单的。而且你看，如果说用虚拟环绕就可以让人体验到那种后方的声音或天花板的声音的话，其实主流的桑巴产品就会都这样做嘛。可是你看，其实现在桑巴产品没有，大家就是会加后环绕，甚至后环绕是越加越猛，天空声道也是越做越多。所以你就知道说，其实这种虚拟环绕的技术，它还是没办法至少以目前来讲，它是没办法去取代实体的一个喇叭啦。就是你再怎么反射，你再怎么去计算，那都是没办法。但是我相信，就是 Sennheiser 它不推出环绕喇叭，一定有它的一些想法啦。因为你看，其实它有搭配它很引以为傲的这种空间校正。但是空间校正的话，其实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只校正单一个喇叭跟重低音，跟你校正很多颗，有包含后环绕的系统，包含天空声道的系统，你很多颗喇叭去做校正的时候，那个难度的维度，它不是在同一个层次，就它是更复杂。所以我相信可能也是 Sennheiser 它对于这方面有它的坚持，所以目前
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这个后环绕场。但是就是总结一句啊，就是我觉得这种桑巴它是给第一个就是你是一个低音控的玩家，因为你重低音它的 NBO Sub 最多可以配到4组嘛，所以你是低音控的玩家，加上你很不喜欢说你的空间没办法去摆所谓的后环绕，那你可能就可以买这支 NBO Plus。对，但是我觉得你是一个身为低音控的玩家，你可能还是会去买一个实体的剧院，因为大家知道实体的重低音喇叭有做到12寸的、14寸的、15寸的，甚至更大的也有。那他们会满足于这种桑巴类产品吗？我觉得也是不太会。所以这就是我对 NBO Plus 的一个算是总结，就是我觉得虽然你看外国的评论，像 What Hi-Fi 一些很多的音响杂志给它都是一个5颗星的满分，但是对我来讲，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在这个时代，你一个旗舰型的桑巴产品，它没有后环绕，然后价格也不便宜，那它的市场，我觉得那就是很极端、很小众的这样子。但必须要诚实要讲的，就是说 NBO 技术还是一个很好玩、很有趣的存在啦。好了，那这次的分享就到这边。我觉得这款桑巴，简单来讲，它是一款针对特定群众的特定产品哦。那有任何的兴趣呢，都可以到我们麦式音响的这个实体店面来参观试听，体验一下这个来自于德国的 Sennheiser 它的 NBO 技术有多么惊人哦。有任何想要看的、想要听的、想要讨论，都可以在我们 YouTube 的留言区底下留言哦。那我是 Alan， 这次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拜拜。